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诚毅任嘉伦告别老东家，欢瑞世纪迎来新一轮危机。欢瑞世纪的一哥之争终于落下了帷幕。随着任嘉伦的出走，欢瑞世纪的一哥之争终于落下了帷幕。8月17日，任嘉伦通过微博宣布离开经纪公司欢瑞世纪，双方合作到期，老东家欢瑞也送上了祝福。与正在闹解约的鞠婧祎相比，任嘉伦这边显然要体面得多。作为欢瑞世纪曾经的代表艺人之一，任嘉伦很长一段时间都被公认是公司一哥，但由于近几年诚毅凭借多部爆剧表演亮眼，关于欢瑞一哥花落谁家开始有了更多争论。任嘉伦选择离开之后，一哥名号稳稳落到了诚毅头上。欢瑞虽然不算无人可用，但核心艺人的出走，对于整个公司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尤其是对以艺人经纪为主要业务之一的欢瑞来说，或许即将迎来一次新的危机。任嘉伦出走，艺人经纪业务何去何从？客观来说，论作品成绩和影响力，任嘉伦确实是当之无愧的欢瑞一哥。任嘉伦与欢瑞的缘分可以追溯到2025年的青云志，自此之后开始了绑定合作。事实上，双方适配度是非常高的。欢瑞本身就以打造古装剧见长，靠着多部优质古装作品积累了一定的行业影响力，而任嘉伦外号古装免检用户，凭借着与欢瑞合作的多部古装剧出圈。2025年欢瑞出品的《大唐荣耀》让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任嘉伦一跃成为当红小生。虽然走红之后，任嘉伦经历了公开恋情、结婚、生子等一系列风波，但依旧能够凭借《锦衣之下》《周生如故》等多部古装作品逆袭，成为古装赛道的头部艺人。细查任嘉伦走红之后，欢瑞的财报数据。2025年欢瑞财报公开的占公司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前5名的影视剧，任嘉伦一人就占了3部，对欢瑞营收做出的贡献显而易见。尤其是在李易峰、杨紫、秦俊杰等多位核心艺人出走，签约艺人从顶峰时期的近50人锐减至不到20人之后，任嘉伦无疑成为了欢瑞的顶梁柱之一。欢瑞在艺人经纪业务上的布局始于2025年的大制片计划，与杨幂、刘恺威、唐嫣、贾乃亮等8位明星制片人合作开发项目，形成了以明星主导、制片人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与当红明星制片人的深度合作绑定，扩大了欢瑞在艺人经纪业务领域的影响力。而紧接着，随着签约艺人李易峰主演的《古剑奇谭》爆红，离开荣信达的杨洋，面临转型困境的杨紫先后加入，艺人经纪成为了欢瑞的主要业务之一。拥抱流量艺人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了欢瑞的影视制作，通过持续深耕古偶、仙侠赛道达到以剧捧人的目的。任嘉伦、袁冰妍、杨紫等曾经的欢瑞核心艺人都是靠公司古装内戏实现了人气和声量的提升。而艺人被捧红之后，开始与外部影视公司合作，以寻求更大的发展。比如任嘉伦与华策合作的《周生如故》，杨紫与完美影视合作的《香蜜沉沉烬如霜》，诚毅与湖南广电合作的《底线》等，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逐渐实现对欢瑞艺人经纪业务的反哺。2025年。欢瑞艺人经纪业务板块的营收首次超过了影视剧及衍生品业务，占公司全年总营收的 52.57%， 成为了欢瑞最大的收入来源。但也正是从这一年之后，欢瑞明星开始大面积流失，尤其是多位核心艺人的出走，对于公司的艺人经纪业务打击非常大。此次任嘉伦与欢瑞和平分手后，根据欢瑞官网公开的签约艺人来看，能称得上一线头部明星的只剩下诚毅艺人。欢瑞失去了往日的星光熠熠，
艺人经纪业务迎来了新的危机。核心业务协同之下的危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于，将艺人经纪作为主营业务的影视公司，本身就存在抗风险能力不足的问题。可以参考嘉行和乐华。根据欢瑞2025年一季度财报数据，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7184.63万，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2.41%，在未有新剧播出的情况下，依旧能实现增长，主要是受艺人经纪收入与 IP 版权销售增加所致。而在任嘉伦宣布离开欢瑞之后，8月17日，欢瑞世纪股价跌4.74%，报收2.41元每股。市场反响强烈，不仅是因为欢瑞的艺人经纪业务受到了影响，头部艺人出走一定程度上也会导致影视业务创收能力的下滑。其实相比于嘉行和乐华，欢瑞的头部艺人依赖症并不算严重，更多的是剧和人相互成就。欢瑞是业内比较早尝试 IP 改编和版权运营的影视公司，同时也抓住了视频网站崛起的好时机，为公司影视业务的发展找到了一条十分顺利的大道。2025年，欢瑞以500万的价格拿下了《盗墓笔记》的影视改编权，让旗下签约艺人杨洋、李易峰出演，爆款 IP 和当红艺人相互成就，开启了视频网站付费时代。后续推出的《大唐荣耀》《锦衣之下》《琉璃》等多部古装爆款剧集均是 IP 改编剧。通过古装 IP 影视化与视频网站合作两大举措，欢瑞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古装爆款制造机。而这条路之所以能被跑通，主要是因为欢瑞自有的流量明星优势，完全符合古装 IP 剧和视频网站拥抱年轻受众的需求，形成艺人经纪和影视制作的协同发展。问题在于，协同之下虽然会呈现出1+1大于2的效果，但如果一方业务出现缺位，也势必会影响到另一方。艺人经纪业务持续下滑，不可避免会影响到影视业务，反过来亦然。随着核心艺人出走，欢瑞星光不在，男艺人方面尚有诚意顶上一哥之位，但一姐的位置自杨紫离开公司后一直悬而未决。好不容易有了起色的袁冰妍，因为负面新闻折戟，张雨绮在知名度和作品上始终存在欠缺，艺人经纪业务的影响力持续下滑。同时，欢瑞在爆款影视制作上的优势也明显缩小，除了受头部艺人出走的影响之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古偶、仙侠赛道拥挤，影视作品同质化严重，观众审美水平逐渐提高，复制爆款变得更加困难。即使是近2年播出成绩不错的《莲花楼》《沉香如屑》，在出圈程度和影响力上也很难比得过早年的《古剑奇谭》《大唐荣耀》等爆款。就欢瑞目前的情况而言，无论是靠人带剧还是以剧捧人，都很难达到早年的效果了。反映到财报数据上，2025年欢瑞世纪的营业收入合计3.358亿元，同比减少了43.57%，净亏损达到了3.97亿。原本2025年第一季度实现同比增长拿下开门红，却又遭遇头部艺人任嘉伦出走，欢瑞的困境仍在持续。危机之下，欢瑞该如何自救？艺人流失带来的影响已成定局，欢瑞如何开启自救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业务布局来看，重点放在了对变现途径的强化和丰富上。一是强化 IP 改编优势，重建新策略。在影视行业打响争夺战的同时，2025年欢瑞开启了名家共创计划，签约了《裸婚时代》原著作者唐新田、《楚乔传》原著作者兼编剧潇湘东儿、《少年歌行》原著作者周木南等20余位大神作家、编剧，牢牢把握产业链源头，打造 IP 的全周期运营。二是减少对单个艺人的依赖，建立完善的艺人培养体系。从以往直接签约人气明星，转变为对艺人选、育、辅、
流全产业链的打造，本质上是为了强化艺人梯队建设，提升艺人管理体系的专业化和标准化。从欢瑞官网来看，目前签约了近10位新人，并且着手开始力捧。比如新人刘梦瑞已经开始在腾讯和爱奇艺联合出品，程毅主演的武侠剧《富山海》中担任主演。3是对短剧、互动剧、AIGC 及影视科技等新业务的拓展。欢瑞2025年度报告透露，公司成立了专门负责短剧、互动剧的业务团队，目前已经有短剧项目开机，投资的互动剧《完蛋，我被美女包围了2》也正在筹备中，加大对新项目和内容的投入。但客观来说，欢瑞对新业务的拓展暂时还未取得亮眼的成绩。一方面是签约新人还处在名不见经传的阶段，欢瑞目前也很难达到以剧捧人，如任嘉伦那样一夜爆红，只能通过作品积累来实现声量的提升，而这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实现。另一方面是短剧等新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诸多影视大厂争相布局，市场监管也愈发严格。欢瑞目前还未拿出优质的爆款短剧作品，所以欢瑞现阶段的创收主要还是依靠影视制作和艺人经纪两大核心业务。艺人经纪业务的影响力下滑不可避免，而从目前欢瑞的影视剧存货来看，影视制作业务也不容乐观。由程毅、影主演的谍战剧深潜2025年已经杀青，至今仍然没有上线的消息。张雨绮主演的古装剧《千秋令》，杨希子主演的现偶剧《10年一品温如言》均在2025年杀青，目前都毫无动静。而《千香引》于今年4月份杀青，播出遥遥无期。随着欢瑞两大核心业务在2025年的发展均不太顺利，公司的新一轮的业务危机正在发生。